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古人创造汉字的过程，也是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的过程。而且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思考人和自然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。今天我要分享的5个汉字“人”从比、北、重，就体现了古人对自己、对人和人关系的思考。看完今天的视频，希望能够帮助你通过理解汉字中人和人的关系，从而轻松地记住这5个汉字，并且掌握更多的词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。打开你的耳朵，试试看能听懂多少。好，第一个，今天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汉字“人”。人是一个象形字。象形字就是像图画一样的汉字，就是看到这个汉字，看到这个汉字的字形，就知道这个汉字的意思了。我们看“人”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字形是一个侧身站立的人，然后呢手自然的下垂，就是手自然的往下放着。它的本意呢，就是相对于动物而言的人，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人。比如说这几个词语，男人就是指成年的男子，女人就是指成年的女子，人类这个词是人的总称，它是不区分国家、不区分年龄、不区分性别的人的总称，我们大家都属于人类。好，人的引申义，第一个，某种身份类型、某种性格品格的人。其实这个引申义大家也可以不用记忆，因为下面这些词语用人这个汉字的本意也都是可以解释的。好，军人这个词呢，就是指在军队中工作的人，那他们的工作就是保卫国家、保护人民等等。介绍人这个词呢，是指帮助别人认识新的人，帮助别人找到新机会的人。比如说，小王和小李互相不认识，我让他们见面了，认识了，那么我就是介绍人，帮助他们认识了新的人。再比如说，小王找不到工作，我帮他联系了我朋友的公司。后来呢，小王就在我朋友的公司工作了。那么小王获得这个新的工作机会是我介绍的，所以我就是介绍人。好，下一个词语主持人。主持人就是在节目、在活动、在会议当中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干什么，什么时候结束的人。那主持人的作用呢，就是保证这个节目、活动和会议顺利进行。好，下一个词，好人。好人呢，就是帮助别人，不欺骗人，诚实善良，品格好的人。坏人，坏人就是好人的反义词嘛，就是指不诚实、不善良、品格不好的人。好，人的第二个引申义非常的重要，它是指人的面子、人的尊严。比如说这样一个词语，丢人。丢人的意思不是说真的把人给弄丢了，它是指丢了面子、丢了尊严的意思。比如说，在颁奖典礼的现场，他摔倒了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他觉得很丢人。这个丢人就是指很不好意思，很没面子。好，人变成偏旁和部首以后呢，它的样子和位置就有可能发生变化。但是大家只要看到汉字当中有人字旁，看到这个人的汉字的形状，就一定要想到这个汉字一定是跟人有关的。比如说以前我讲过的一个汉字休息的休，它是一个人靠在一个木头上休息的场景。这个休息的休，它是跟人有关系的。这个人变成了人字旁，
放在了左边，它的样子就变得瘦瘦长长的了。还有一个汉字会，会呢，开会的会，它的人写在上面。这个汉字呢，它的本意呢是人聚集在一起的意思，所以开会也是人聚在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嘛。好，在汉字当中，人可以组成很多不同的汉字。一个人表示人，那么两个人、三个人又表示什么呢？更有意思的是，人和人的朝向不同，所表达出来的人际关系就不同，从而呢，组成的汉字的意思也是不同的。第二个汉字从，从呢也是一个会意字。大家看，它在古代的字形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前面走着一个人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它的本意就是跟着、跟随的意思。比如说从军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指跟着军队去打仗。下面三个词顺从、听从、服从，就是指跟着别人的意见，跟着别人的命令走，听别人的话，不反对的意思。好，下一个词语从事，从事就是指跟着事情走，然后参与到某件事情当中。比如说，他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，这个从事就是指他参与到教育工作当中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从的引申义，第一个引申义表示起点，就是从某个时间开始一直到现在。这个引申义大家也可以不用记忆，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跟本意是一样的，它的本质就是时间上的跟随，时间上的跟从。比如说一个词自从，比如说自从上次生病以后，我就开始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了。这个句子里面自从的意思就是我生病的那个时间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我都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。好，从的第二个引申义是次要的，就是不是主要的，是次要的。有一个词叫从属，比如说他在公司只是一个从属角色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他在公司的角色，他在公司的地位不是主要的，是次要的。他不是公司里面做决策的人，他在公司里面是听从命令做事情的人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第三个汉字比，比也是一个会意字。你看，在古代的字形是两个人在一起，然后朝着同一个方向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，不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并列的出现，并列的在一起。它的本意呢，就是指并列。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词语，比肩而立，比肩就是肩并肩的意思，比肩而立就是肩并肩的站在一起。还有一个成语，比比皆是，比比皆是就是指到处都能看到，非常常见的意思。这个比比呢，就是一个挨着一个并列在一起，排列在一起的意思，然后引申为到处这样的意思。我们有一个句子，比如说在大街上拿着手机打电话的人比比皆是。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指在大街上面边走路边打电话的人到处都是，很常见的意思。好，比的引申义呢，第一个是靠近、接近，你想吗？大家并列在一起，是不是就是靠得很近呀？好，一个词语比邻而居，比邻而居就是指邻居住得很近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我们从小比邻而居，一起上学，一起玩耍，就像亲姐妹一样。这个意思就是我跟他之间从小就是邻居，住得很近的意思。好，还有一个诗句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就是指只要有知心的好朋友，距离离得再远也不觉得远，觉得就像邻居一样，距离很近，这个意思。
好，比的第二个引申义是比较。大家想，距离离得近啦，两个人并列在一起，距离很近，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比较呀，互相比一比的情况呀？所以它第二个引申义就是比较的意思。好，词语比赛，比赛就是指两个人或者很多人在一起比较，比一比，赛一赛嘛。比赛都是有名次的，有输赢的，有结果的。还有一个词攀比，攀是指向上爬，比呢是比较。攀比的意思就是指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超过别人。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有一点负面的，不是很好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他看到同事买了新衣服，搬进了更大的房子，自己明明不需要，也跟着去买，完全是为了攀比，弄得自己压力很大。这个句子里面，这个攀比就是说，他想了一切办法，想要超过别人，然后自己也明明不需要，所以他其实带着一点不好的意思在里面。好，第四个汉字北，北也是一个会意字。看在古代的字形，就是两个人背对背的站立，背对背的站立在一起。它的本意呢，就是指背对背相背。有一个词叫败北，败北它原来的意思是指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打了败仗，打输了，然后呢转过身背对背逃跑的这个意思。现在呢，败北这个词的词义发生了扩大，不是打仗的场景也可以使用，只要是在比赛当中，或者是含有比较的这种活动当中输了，都可以用这个词。比如说，他在网球比赛中败北，没有进入决赛，这个败北就是指他网球比赛比输了的意思。好，比的引申义呢？方位，它为什么会引申出方位这个意思呢？中国在北半球，古人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呢，太阳在南方，所以古人就认为太阳是在南面的。然后北呢，就是背对太阳的方向，所以就有了北面、北方这样的方位词。好，第五个汉字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汉字仲，仲也是一个会意字。你看，在古代的字形，上面一个太阳下面三个人。我以前讲过，古人在创造汉字的时候，他们的三就表示多的意思，所以三个人其实就是表示很多人。这个古代的这个字形，它是几个意思汇集在一起的，上面一个太阳一个意思，下面很多人，这些意思汇集在一起，表示一个新的意思，就是很多人在太阳底下劳动的意思。仲到了现代的这个汉字里面，它的字形呢就直接取掉了这个太阳，就是很多人，就更简洁的表达了这个很多人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众它的本意就是指很多人，指大家。有一个词叫万众一心，万众就是指很多人的意思。那万众一心就是指很多人，大家的心往一处想，力气往一个地方使用，就是形容很团结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为了完成这项任务，我们万众一心，一起努力。这个句子就是讲我们大家很团结，一起努力，一起为了完成这个任务。好，还有一个词众望所归，众望就是指很多人的期望的意思。众望所归就是很多人的期望都归到了某个人的身上，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得到了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。比如说，他人缘很好，又很努力，当组长是众望所归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当组长这件事情呢，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信任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还有词语众人，众人就是指很多人，还有众多，众多就是指数量很多的人和事物。这个词我要重点讲一下，这个很多的事物呢，
不是指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跟众多这个词搭配在一起使用的。必须是与人、与集体、与组织有关的事物才能和众多搭配在一起。单纯的、纯粹的物品啊、工具，或者商品是不能和众多这个词搭配在一起的。比如说，人数众多、意见众多、品牌众多，这三个表达都是正确的，它们都是跟人、跟集体、跟组织有关的。比如说品牌众多，这个品牌它的背后，是一个组织，是一个企业，是一个集体，所以它是可以和众多搭配在一起的。但是下面这三个表达是不对的，水果众多、杯子众多、桌子众多，这些都是不可以使用的，因为它们都是指单纯的、纯粹的物品、商品和工具，是不可以和众多搭配在一起使用的。它们应该改成水果很多杯子很多、桌子很多都可以。好，今天呢，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了5个汉字：人、从、比、北、众。它体现了古人对自己、对人和人关系的思考，是独立还是跟随？是互相靠近还是彼此对立？是比来比去还是团结合作？几个简单的汉字，却反映出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好了，今天的汉字有道理就到这里了。视频的最后是我的一个笔记总结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